近来云深不知处的气氛很是诡异，说是诡异，更不如直接说是肃杀压抑，人人自危。谁不知道前几日魏公子带着思追、景怡等10几位弟子前往鹿无山夜猎，走的时候甚是一副兴高采烈、成竹在胸的模样，回来时却确然惊艳四座，竟猎的一只仅在上古传说中有所耳闻的古雕兽回来，引得云深不知处下至洒扫门生，上至本家弟子纷纷跑来一观。夜猎仪式自是极为圆满，魏无羡也一时风光无限，只是脸色有点不大对，虽然依旧挂着笑容，却瞧着实在苍白。由于魏无羡平日里始终十分生龙活虎，容光焕发，众人便以为是这只了不起的凶兽，追捕起来自然不同于常物，想必要花费许多精力。因此即便是夷陵老祖也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于是都劝他早点回净室休息，好好养养精神。魏无羡盘腿坐在小苹果背上，心不在焉地笑着点点头，仿佛也并无大碍，连他自己都不当回事儿。只是与他一同夜猎归来的弟子们脸色都有些不自然，为首的蓝思追更是满面担忧，一回来就立即宣医师到净室候着。之后接连几日都没人再见过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闲逛，便连后山的兔子都由思追他们代劳喂养着了。再后来，原本应在兰陵金室参加清谈会的韩光君忽然夜半返回姑苏，风尘仆仆，衣袍微乱，迎着夜巡弟子们惊愕的目光直奔净室而去，不料仅半晌便拂袖而出。思追、景怡等人早已在净室前一同罚跪请罪，而后在廊下倒立抄写雅正集，韩光君则面如寒冰，独自一人往云深不知处后山行去，再未踏足净室。魏公子，午时已到，您该进药了。魏无羡无言望着面前一碗黑漆漆的药汤，他半个时辰前方才用过的那一碟青竹苦菜与一盅输液树根汤的绝妙滋味还在口中不断回荡，经久不绝。这下又加上这么一大碗苦药汤，光是看着胃里就不由一阵抽搐。内心无声地挣扎了一番，他叹了口气，捏着鼻子端起碗来，一口气咕咚咕咚全部咽下。门生连忙将碗接过来，见碗底已空，便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小碟蜜饯。魏无羡伸手3两下便将它们尽数塞入口中，才勉强压下嘴里难挨的苦涩。云深不知处还有这玩意儿？魏无羡好生缓了一缓，盯着他手中的素白小碟道出自己的疑惑。毕竟兰氏中人自幼便以各类奇苦无比的植物为食，早已对苦味习以为常，谁会喝个药还用蜜饯呢？门生神色微顿，却转瞬微笑答道：是有的。哦。魏无羡点头，也不再追问。门生见他气色略佳，只是神色仍有些倦怠，便将碗碟收拾干净。魏公子好生休养，我便先退下了。等等。门生抬脚正欲离开，闻言温声道：公子请言。你们家韩光君呢？魏无羡问。门生答道：韩光君这几日正在闭关。在哪儿闭关？在云深不知处内。魏无羡深吸了一口气，本欲再问，但见那门生已然面露难色，垂手不再与他对视，一时颓然，便摆了摆手让他去了。门轻轻合上，净室之中只余魏无羡一人，他立时卸下方才的平静之态，露出十分焦躁而挫败的表情。韩光君生气了，他惹的。这可怎么办啊？魏无羡欲哭无泪，哭丧着脸牙疼似的哼唧了几声。此事归根究底还要从前段日子的那次夜猎说起。自从魏无羡正式与蓝忘机结为道侣，云深不知处的那些小辈儿们便禁不住有些好奇心作祟，蠢蠢欲动。一开始尚且顾忌魏无羡毕竟是声名狼藉的夷陵老祖，除了思追和景怡那几个，旁的都是只敢远观，不敢靠他太近。然久而久之，魏无羡那层凶恶的神秘光环被他实际放荡不羁、爱打嘴炮的形象磨灭的消之殆尽。大家渐渐发现，这位新来的老祖前辈是个全然不同于蓝老先生的严苛，泽无君的温润与韩光君的冷淡，并且从来不摆臭架子，不讲大道理，只讲小故事，玩小游戏的迷人角色。于是大家蜂拥而上，将魏无羡成功推上云深不知处最具魅力以及最受欢迎的前辈，没有之一。恰巧魏无羡此人平生最爱的就是凑个热闹，每日除了与韩光君腻着，出了净室又被一众少年众星捧月的哄着，有吃有喝的供着，
日子过得自然是十分舒心。不知哪一日正舒服着，便随口应了谁的提议，有机会便要给他们上结业列课。平日夜猎一事有泽无君与韩光君在，自然无论如何也轮不上魏无羡来上课。可巧此次正逢兰陵金氏清谈会召开，以往都是兰启仁与泽无君前去，而兰老先生如今年纪已长，今年年初便闭关休养，于是只得由韩光君随往。如此一来，夜猎之事便无人带领。原本应在竟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魏无羡，也因此顺理成章地被一群小辈揪出来实现承诺了。原本此事于魏无羡而言也无甚艰难，此行他们顺利地到达鹿无山，顺利地布下阵法，虽然意外地引来了一只罕见而凶残的上古凶兽，但还是有惊无险地顺利将它捕下。事情坏就坏在他们此次夜猎实在太过顺利了，事实上应该说是太过成功。于是所有人包括魏无羡在内都不禁有些飘飘然的轻松快乐，以至于魏无羡自己坐在旅馆畅快的痛饮2大坛时，没拿余光往旁边瞟上一瞟，错过了惊人的一幕，因此酿成了更加惊人的一幕。喂，魏前辈，是思追的声音。怎么了？魏无羡前头喝得太猛，这会儿才发觉有些犯晕，他半眯着眼轻晃了晃脑袋，随口问道。那声音笑嘻嘻的又道：“你吃不吃莲子啊？”莲子？魏无羡蹙起眉头，抬起头来看他，这季节哪来的莲子？只见面前的少年两颊微红，咧着嘴指了指窗边，他们都去摘莲子了呀。魏无羡心中隐约升起一丝不祥，侧手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窗外池塘里站着10几个白衣少年，每人额上系着一条卷云纹白墨额，浑身上下都湿漉漉地，还在互相摸来摸去，在一片春寒料峭中欢快地寻着莲蓬。魏无羡面无表情地将头转回来，过程中目光不经意间触到邻桌上那10几只东倒西歪的酒杯。思追，池塘里没有莲蓬。魏无羡镇定道：“你去叫他们上来。”是。魏无羡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欣慰地看着他步伐稳健地走出去，站在池塘边，看着水中的同伴们，沉静道：“魏前辈说，你们上去，让我来。”然后一头扎进池塘，没了人影，水面冒出一连串的泡泡。魏无羡，众少年。魏无羡微笑地望着那一串又一串的泡泡，默默地思考着养儿防老究竟是什么狗屁不通的道理。窗外一阵晚风刮过，衣衫单薄的魏无羡被吹得不禁微微一颤，颤过之后又不禁侧目，看见那10几个小孩游的游，跑的跑，还玩得正欢。魏无羡眼皮跳了又跳，无言望天，老天爷呀，请问谁能赶快来救救我这位不幸而可怜的人？事实上，当然没有人能救他。于是，旅馆老板在深夜边拨着算盘，边瞠目结舌地看着一名风神俊朗的玄衣公子在晚风萧然中，瑟瑟发抖地跳进池塘10余次，把一群执意要在光秃秃的池塘里摘莲蓬的熊孩子一个个连哄带骗，连拖带拽地弄出来，心中感叹着这年头带孩子可真要命啊。果不其然，精疲力竭，浑身湿透，又被冷风吹了半夜的夷陵老祖魏无羡，第2日清晨就开始感到头重脚轻，足下虚浮了。但面对小辈们躲躲闪闪的目光，他又只得强打起精神，微微绷起脸，怎么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昨天夜里的莲子好吃吗？见他们纷纷羞愧地低下头，魏无羡便坚持不下去了，叹了口气，又温言安慰起来：“行了行了，多大点事，你们从小被那么多家规拘束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偶尔在外面喝一上回酒也没什么，以后出来多喝几次，酒量自然就好了。”听了这话，有几个少年暗暗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的脸，立时又不安起来，迟疑着说：“魏前辈，你的脸色好差呀，是不是昨夜被我们累病了呀？”魏无羡微笑着摇了摇头，笃定道：“不是。”大家面面相觑，却显然没有什么人相信他的话。少年们十分默契地各自将东西迅速收拾妥当，牵着小苹果和他身上的魏无羡，立刻启程返回姑苏。不料魏无羡的脸色还是越来越苍白，一路上话越来越少，到云深不知处时尚且勉强说了几句话，待到竟是由医师把脉时，结论未出人便无声无息地昏倒了。所幸并非是得了什么要命的重病，只是莫玄羽这副身子实在娇弱得很，灵力低微不说，连金丹都未能结成，
因此经夜猎连日操劳后又遭寒风侵体，一时承受不住才会直接昏迷不醒。魏无羡醒来听过医师讲述病情后，对于堂堂夷陵老祖受点风寒就直接晕倒这件事情感到十分的无言以对，而后对于堂堂夷陵老祖因为此等区区小病要一天喝3大碗苦药汤感到万分的敬谢不敏。但是魏无羡自认不是一个任性的人，为了莫玄羽这副弱不禁风的身子骨，他决定还是要该喝还是要喝的，但是3大碗实在难以接受，所以就自行免去晚饭后的那一碗，还自己一个好觉。直到有一日，魏无羡又蹑手蹑脚地将小窗拉开半扇，熟练地将药碗伸出窗外，打算如数倒入院中的草丛中，不料才到了一半，嫩绿色中枢的出现了一只素白的鞋履，上面还绣着几许卷云纹。魏无羡心道不好，连忙要将碗收回去，手腕却被人有力地捉住，他瞬间僵硬。这时另一半窗也骤然从外面被拉开，一人正立于那扇窗外，白袍缓带，衣冠威灵。魏无羡的心瞬间沉到底，僵持半晌才硬着头皮将目光缓缓上移，勾起嘴角道：“那个今年的清谈会真是好生敷衍，这便开完了。”他的目光一点点划过微红的薄唇和高挺的鼻梁，终于对上那双浅淡的眸子。魏无羡见惯了这其中日夜流转着的温柔，一时被他此刻的冰冷刺痛。魏无羡看着他的眼神，感觉大脑一片空白。蓝湛，你听我说为什么？蓝忘机的声音很轻，其中的迷惘与痛苦却清晰可闻。魏无羡睁大了眼睛，手腕却忽然被松开，面前之人转身而去，在他的惊愕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净室。自那日起，魏无羡便被禁足在净室，非病愈不得出。每日有2名门生在门外看守，并将1日3餐与汤药按时送进净室，监督他喝完药后方才离开。出人意料的是，平日里最是活泼好动的魏无羡，这回极为乖巧听话，白天坐在净室里看书发呆休息，送进来的饭和药一顿不落，病情自然渐有好转。自问过那一回后，魏无羡便不再与门生们多言语，只是晨起睡前皆要到那扇小窗边，打开半扇向外探上一探，看过之后却每每失落而返。终有一日，他方一开窗，便见一身白袍缓带之人正往净室而来。魏无羡只觉眼前一亮，却待看清来人后，顿时免不得一阵失落。泽无君。蓝曦臣温润一笑，微微合手：“魏公子，休养数日，病可好些？”魏无羡微笑：“已好多了。劳烦泽无君挂怀。”蓝曦臣轻摇了摇头，委婉道：“魏公子，你身体有恙，最挂怀的人不是我。”闻言，魏无羡的目光有些暗淡，低声道：“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担心死了，只是我那碗把药倒了，他气我不爱惜自己。”蓝曦臣听了这话，又机不可察地摇了摇头，却只问：“魏公子为人随性，一向最不喜拘束，难道你不怪忘机这些日子将你关在这间屋子里，不许你出去吗？”魏无羡不假思索，病中本应在房中休养，蓝湛自是为我好才如此。况且名为禁足，却连结界都未曾设下半道，仅是一道木门，2名门生，又怎会是真的将他禁于净室呢？蓝曦臣了然地点了点头，目光柔和中带点笑意：“我早知魏公子会是这般想法。”魏无羡听罢这句，略有迟疑地望着他：“泽无君，莫非蓝湛他以为我怪他下令禁足？”顿了顿，他不敢置信道：“所以这些天才不来见我的。”蓝曦臣不由轻笑一声，而后又叹息：“魏公子如此玲珑心思，只听我一句话便可猜到这些，却为何一到忘机之事，独自在净室中许多天都琢磨不透呢？”魏无羡得了他这句话，一时不知是喜是忧，喃喃道：“我一直只以为他气急了，所以不愿见我。”蓝曦臣无奈地微笑道：“魏公子，忘机他大概永远不会气你，若说气，他也只会气他自己没有护好你罢了。”“为什么？”魏无羡喃喃问道。蓝曦臣迟疑片刻，终是轻声开口：“魏公子，你过世的那16年，哗啦一阵劲风将院中玉兰树的枝叶吹得剧烈地颤动了一下，纷纷飘落而下。”魏无羡只用余光扫过窗外，目光依旧紧盯着蓝曦臣，静待下文。不料蓝曦臣微微一笑，却道：“陈年旧事，魏公子还是日后听忘机与你仔细道来吧。”
魏无羡怎肯就此罢休？却见蓝曦臣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显然不愿多言，思虑一番，还是换了个问题：那么，泽无君可否告知，蓝湛他这些天究竟在哪儿？龙胆小注：此番蓝曦臣答得十分爽快，多谢泽无君。魏无羡朝他一作揖，便立即抬步离开。且慢！魏无羡脚下一顿，只听蓝曦臣温声道：“我有一言想说与魏公子。”泽无君请讲。蓝曦臣神色不明，缓声道：“原本你们的事，我并无任何资格劝说，但今日……”他顿了顿，似是无声地叹了一声。那日忘机执意要连夜御剑回云深不知处，我便知定是你出了事，魏公子须知，莫玄羽之身极为阴虚，必要万般仔细调养方可，故而日后类如盗药一事，你定要审慎行之。魏无羡羞愧难当，则无君放心，此等事我必不再犯。蓝曦臣神色稍稍缓和，又低低道：“只是仔细将养，终究抵不过灵力加持，魏公子可愿结丹？”魏无羡闻言神色一凝，却转瞬肯定的点头：“我愿。泽无君可有良法？”蓝曦臣笑容和煦：“我是没有，但旁人或许却有。”话罢，他抬手向窗外望了望，转回的目光温和中带着些许无奈：“如此，魏公子好生歇息，我便先回去了。”蓝曦臣最后的目光悄然落在窗边一角，而后摇着头缓步离开。他走后，魏无羡微微勾起嘴角，行至窗前，气沉丹田，一字一顿道：“云深不知处，不可行为不端。”话罢，窗外静默如旧。魏无羡瞬间心下一空，连忙将那一扇推开，不料正好对上那双浅淡的眸子，听他轻唤道：“魏婴。”魏无羡静静地望着他，半晌忽然轻笑一声：“韩光君，你的雅正呢？”蓝忘机一怔，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发觉自己发肩上都落着许多玉兰花瓣，不由得耳尖微红。魏无羡微笑：“韩光君果然不同凡响，连听墙角都要比旁人听得久一点。几句不清。”韩光君此言不实。魏无羡反驳道：“你向来耳力极佳，怎可能离这么近还听不清我们讲话？”蓝忘机默了一瞬：“我在。”兄长用了灵力。原来如此。魏无羡恍然大悟，转而道：“不过我没有。”蓝忘机动作一顿，涩然点了点头。魏无羡面无表情：“蓝湛，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好。”“我刚才是骗泽无君的，其实我很生气。”蓝忘机神色暗淡，喉间微动：“魏婴，魏婴，对不起。”魏无羡歪头看他：“是吧？”蓝忘机默然点了点头。魏无羡也点了点头：“我更生气了。你知道一个人做错事之后，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吗？道歉。错，把人哄好。重说。好，魏婴，你想好再说。魏婴，你可得真的想好了才能说呀，我知。魏婴，我心悦你。还是恳请泽无君以16年监视，据实告应，受戒鞭30余，闭关3年，而后问灵13载，等一步归人。蓝湛，听说你前些日子寻得了结丹之良法。魏婴，你如何知晓？蓝湛，你忘了？魏无羡故作惊讶地看着他：“昨天晚上你压在我，寻得了。”蓝忘机忍无可忍地打断了他：“一会儿便拿给你。”